自从孙敬起兵，我离开平凉后，就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下午可以如此安逸。能与知己在屋檐下赏雨的这份闲心，更难得。前几日，我还做梦回到劳兰关，打了一头特别肥的黄羊，正烤着呢，梦就醒了。我很好奇，劳兰关真的有那么好吗？值得你如此念兹在兹？行无辙迹，居无仕路，岂不快意？日后，我邀你同我一起去劳兰关，你可愿意？你明明知道这是梦，树欲静，而风不止。十七郎，你以如今的身份，还能抛开一切，重回边塞，过那样的生活吗？难得有一场好雨，将你我困在这里。雨停之后，又该各奔东西了。我们说些别的吧。好，那就说说你吧。你小的时候是不是特别顽皮呀？何止顽皮，简直顽劣。我父王打我的藤条都不知道断了多少根呢。看来梁王殿下这番苦心管教，这收效却是甚微啊。我倒不怕挨打，我就怕念叨。我娘生我时，难产而亡，整个王府之中，只有董王妃对我十分照顾。我父王又不喜欢我，我的两位兄长都仗着父王的偏心，总让我顶包挨打。日子久了，父王就更讨厌我，见到我就皱眉。真想不到，你还受这样的欺负。我那两位兄长都是董王妃所生，我娘是董王妃身边的侍女，听说从前义不得宠，幸好董王妃对我娘十分照顾。我阿娘过世之后，又是董王妃抚育我。为着王妃，我也就万事不与兄长们计较。你是一个心善的人，别人对你好一分，你便也十分报之。后来，董王妃病故了，我在家中了无牵挂，也厌倦了在京都的生活。我宁可戍边保家卫国。于是我就想了一个法子，去了劳兰关。我走的那天，我父王跟兄长们都特别高兴，只有奶娘一个人流着眼泪送我。奶娘呢？现在还在王府吗？她年岁大了，我一离开王府，便将她送回老家，安享天伦。也幸好离开了京都，只是许久未见，不知她是否康健安好。还能有记挂着的人，就不会觉得孤独。我阿娘也去世很久了，我都已经快记不得她的样子，但每次想到她，都觉得她在陪着我，我也不会觉得孤单了。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人？我真想象不出来。我猜，你一定是个人小鬼大、难缠至极的吧？
我从小是被当成男孩子养大的，读书练武，和其他的男孩没有差别。男孩子学什么，我就要比他们学得更好。都是你爹娘逼你的？不，是我自愿的。我是女儿身，志向与男儿无异，本就该付出更多努力。起3更，睡5更，要比旁人流更多汗，甚至流更多的血。有时候太累了，受伤了，即使十分辛苦，也会默默忍着，更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要是我们早些认识就好了。为什么？这样我们就能一起练武，一起读书，一起打仗，闲来无事，还能像这样聊聊天。这么快雨停了。回去吧。好。回去吧。我再送你一程。韩英，这20年来，我从未有过今日午后这般安宁喜乐。我也是。待到天下太平，你我并肩，同游乐悠然。一言为定。
只等着你回忆。这里为何拿我？勾结外贼，勾结镇西军，怎么还不认罪吗？证据呢？这就是镇西军的李逆写给你的密信，你私自将营州被围之事一五一十地告知了镇西军。这信上写的是清清楚楚。你是如何拿到这封信的？怎么承认了？铁证如山，如果不是你，洛阳城根本就不用让给镇西军。拿下！住手！石四郎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接到军中情报，李俊和李安一起川军逼临洛水。看来这孙敬早就撤出了围困我兄长兵了。我那两位兄长果然是不服从。你这是干什么？阿离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早就怀疑这个何校尉和镇西军的李逆有私交，就是他泄露了不少我们的军旗。这就是证据。就是这个何校尉将我们营州被围之事泄露出去，这洛阳城我们才不得不拱手相让。这何校尉如果不死，如何对得起那些浴血沙场的将士？阿离，哥哥知道心软。这件事，为兄给你担了，不让你烦心。来人呐！住手！孙离，这封信是陶子手抄的，公子也知道这件事。何校尉近日在军中发现有异动，将此事禀明我之后，刻意写了这封信作为诱饵，只是为了看看谁会上钩。你这是设计陷害我！信在我屋子里，若不是你存了害人之心，派人去窃取，又为何会到你手上？阿离，我这么做实在是因为他所作所为太可疑了。我只是想帮着你啊！你要相信我，我兄长只是为了崔家军是由副帅一手带出，将士上下一心，军纪严密，从未出现过党同伐异、勾心斗角之事。崔礼，自你前来，几次三番构陷同僚，你以为你的那些小动作、小心思，我真的察觉不到吗？构陷同僚，按照崔家军军纪如何处置？构陷同僚者，褫夺军权，杖责30。崔礼麾下5000士兵，暂交阿术统帅，念在你是初犯，杖责救命。阿离，走！这次借机收回了崔礼的兵权，想必如今他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了。公子，没事吧？是不是刚才在外面站久了，受了寒气？我叫桃子来给公子诊脉吧。哎呀，今日出营，你究竟去了何处？
我去见了李毅。李毅是镇西军主帅，你不应该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私下去见他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这些话你不爱听，可是就像今天你看到的这样，我们原本设好了局，等着尹哲出动，你私自外出，崔丽才提前拦截了你。万一他真的动手了怎么办？公子放心，就一个崔离，他奈何不了我。 哎呀，我知道你胸有成竹，可是刀剑无眼啊！如果你真的受伤了，你让我如何放心？公子，快，先喝杯茶，快喝。好点吗？阿英，你知道吗？其实，你在我心里比什么都重要，甚至比我自己还重要。 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一直都把你当做兄长看待，所以于我而言，你也很重要。是，你我情同兄妹，说这些话，反倒生分。大夫交代了，让你好好静养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你好好休息一下。好。最是明日，李俊和李来就会率军抵达洛阳。他们二位向来是志大才疏，又嫉妒你的战功赫赫，此次前来必定是来意不善。石小，拿个主意吧。既然兄长都来了，那我们就走了，把这个洛阳城让给他们便是。把洛阳城让给他们？洛阳是咱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，而且又以3城换崔家军退出洛阳，现在就要固守相让吗？ 兄长驻守洛阳城也是一样的，兵贵神速，咱们就去督关。那怎么能一样呢？我明白了，潼关地势险要。 北抵渭水，南临秦岭，东入中原，西进关中，而且鄂西城京和洛阳的一道，兵家必争之地。孙敬一定想到咱们会放弃洛阳，打他措手不及。拿了潼关，就犹如握住了西长京的咽喉，距离攻破西长京也就不远了。哎呀，这样最好了。只要潼关在我们手上，他们二位就算是有所作为，也是进无可攻，退无可守。是的。 我还以为你会对他们二位心慈手软，现在看来如此甚好。我的确是为我那2位兄长着想，他们好大喜功，又容易得意忘形，不如就让他们在洛阳城里面待着，免得万一他们又中什么圈套，我还要费尽心思去救他们。日暇无事，常玩赏亲笔所绘皇孙劳作图。 可否相赠玉容一幅，免皇孙形单影只。
伟，你不回信啊？这么着急做什么？我不着急啊，这个信又不是写给我的。哦，你不着急，这样我先处理会儿公文，你先去休息会儿吧，不用陪着我了。我是不着急，但是那个送信的谢长尔他着急。这么晒的天气，人家早回去了吧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那个人是个死脑筋。你要是不回信，不跟他说的话，他一准还在外面等着呢。小伟，那我可就告诉他了。我去了，我真走了。等等，既然你这么着急的话，那我就回上一封吧，免得让我们桃子姑娘白白跑一趟。好，我等着。校尉，斥后来报，镇西军已经撤出洛阳，梁王长子临淄王李俊率军入城，最迟今晚，梁王次子会稽王李来也将率军抵达。知道了。真没想到，李皇孙对两位兄长还真是挺大方的，说让就让了。不过校尉，皇孙退出洛阳以后，那是要去哪儿？他在信里说了吗？信上当然不会说这些话呀。信上不说这些，那你们都聊些什么？哼，闲话而已。昨夜宿于郊野，仰头月色如血，即可手摘星辰。前日与东都朱雀皆购入干果，其味甚佳，嚼之如碎玲珑，可伴漫漫长夜，与君共赏。干果与果脯同食，风味果然颇佳。前人竟单啖干果、果脯，今尝二者同食，滋味有趣。京城跃马过水涧，闻香而去，见野桂一株。野香浮动，独赏此景，深有抱憾。遂取花蕊数朵，欲托一枝染香，盼来日同赏。小魏，找了你半天，原来你在这儿，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问你，今天还写回信吗？又是怕那个谢长尔着急啦？不是，我跟他约好了，以洛阳为界，在那儿互相传递书信。以洛阳为界？这是你的主意还是谢长尔的主意啊？那只耳朵说是他家17郎的主意，约在洛阳，免得行军途中互相找人不便嘛。这个谢长尔在两军之间送信，只要记住他抵达的时辰，再测算出马匹脚程的速度，就很容易猜出镇西军现下行至何处。这个李皇孙也太狡猾了。
校尉，也就是你，能猜得出他那些弯弯绕绕的心思和用意。那这么说，我也很狡猾了？不是，你那是聪慧。那还写回信吗？还不知道。哎，这个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写不写回信？就是不知道啊。写不写回信？写一个。有人进去了。桃子，走，咱们去散个步。校尉，咱们不进去堵那个奸细一个正着。无妨，与李逆通信就是想调出这个奸细。既然他们已经上钩，在做蠢事，让他们做吧。走。来，石七郎，战事如何？坐。如今大局已定，穷寇莫追。你呢？怎么样？我这个呀，皮外伤。好啊，咱们熬了这么长时间，终于把潼关给咬下来了。我听我爹说，潼关号称第一锁要，开国100年来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可以把它攻克。以后在国朝史书上，咱们镇西军也可以留下一笔了。如今攻守易势，你呢？接下来应该发愁该如何守住这潼关了。石七郎，这世上哪有第2个镇西军，哪有第2个石七郎呢？那这世上也没有第2个勇猛无比的裴元了。哎，别这样说啊！但是石七郎，我有个问题，你明知道不可为，为什么还要写信给会稽王还有临淄王，让他们一起合围西长京呢？我那2位兄长啊，被我父王惯得跟倔驴一样。你呢要往西，他们就偏要往东。我不希望在当头这个时候，他们为了抢功劳，擅自出兵闯祸。当然要给他们写封信约他们合围。这样一来，他们肯定不会听我的，自然也就小小丁丁按兵不动了。所以这叫指东打西，反其道而行。难怪攻进来这么费劲啊！你看看这城墙，再看看这两边的山势，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呀！打下来的时候难，等到攻守易行的时候，就知道这山势雄关都是好处了。可不，牢郎关有这一半的险要，咱们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守了。哟，是不是又有信来了？石七郎，你怕是望眼欲穿了吧？报！西长京信使到！大都督命我来传令，镇西军需在3日内退出潼关。放肆！孙敬是让你来送死的吧？小裴将军，我既然敢来，那就不怕送命。哼，另有梁王手书一封，带给皇孙。若要是执意不退兵呢？若是不退，那3日之后的午时，皇孙便备好丧服，为梁王服丧吧。想来我父王必定写了3封信，另外2封已经送去洛阳，给我那2位哥哥了吧？是，就是不知皇孙和2位兄长相比，谁更有孝心一些？哎，呀，小伟，这干果你还没吃完？此物当时在东都十分盛行，人人都夸赞它好吃，进香采买的人特别多。你就是能记住这些细枝末节啊？原本呢，大家都只吃这干果果仁，校尉偏偏喜欢用它与果脯一起吃。你说这我能不牢牢记住？再说，这果仁确实香脆饱满，甚是好吃。
不过，这一连数日，潼关可是一封信都没来啊。你这是在担忧某个人，还是在担忧潼关呀？萧魏，我与你说正经事。大概京中出事，他也没心思写信了吧？萧魏，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啊？哎，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吃干果还堵不上你的嘴啊！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他是谁？十七郎，洛阳急报，临淄王还有会稽王已经决议率军退出洛阳了。我的这2位兄长，从小便很孝顺，也不怪我父王一直疼爱他们呢。哼，洛阳本来就是他们从你手中占到的便宜，他俩当然不会肉疼。只不过现在，我们就进退两难了。潼关我们是万万不能放手的，如果洛阳一失的话，我军断绝后路。但是那个孙敬他真的是心狠手辣，如果我们不退兵的话，他真的会对梁王殿下动手的。十七郎，怎么办？十七郎，我朝天子乃至庶人，纲常伦理以孝为本。如果我们拒不退兵的话，梁王真的惨遭孙敬杀害，到时候肯定会朝野哗然的。那些旧臣还有齐王之师都会对我们离心离德。十七郎，到底现在该怎么办？见过将军，见过小裴将军。顾小姐多礼了。婉娘有一桩机密事情，想要与将军商议。顾小姐，请说。婉娘听闻京中孙贼以梁王殿下胁迫将军，婉娘愿赴西长京，待将军设法周旋，救出梁王殿下。你有何计谋？京中旧族世家众多，皆心向着国朝。只是孙贼势大，忍气不敢言，请将军赐一信物。婉娘回京后，以将军之名，暗中联系士族，重金收买宫中守卫，或许得法能救出梁王殿下。不行，这样太冒险了。万一要是被孙敬知道，又或是被人告密，你会丢了性命，甚至连累……婉娘不怕死，若是为忠义而死，婉娘死有容焉。便是家父，将军亦是知道的，他绝不屈于孙贼，定然也会赞成婉娘此举。多谢顾小姐忠义之念，京中早有布置，顾小姐放心。公子，宁州那边情况如何？父帅忽然病倒了，印鉴无误。信使呢？信使是父亲的亲信，他在途中遇袭受伤，把信送到后就倒地而亡了。公子，主上是旧病复发还是中毒？信中没有任何提及。请公子准许我带一队轻骑即刻出发前往驰援。事关父亲安危，我与你同去。不行，大军还带着辎重，不便急行。你还是按照原计划带着大军回去驰援。再说了，你身体未愈，夜以继日的急行，你的身体支撑不住的。阿阳，我心意已决，宁为一同带队轻骑先行驰援，无需争辩了。好。十七郎，洛阳急报，稍后所探，临淄王手下的兵马有异动，一队轻骑携重弩出了洛水，不知所踪。不对，一队轻骑携着重弩，不像是离开洛阳，更像伏杀。他们想去伏击截杀谁呢？
有惊喜！这次可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崔林，我倒要看看这次你还有没有命活着出来。是李逆，李逆来救人了。什么？就是李逆！公子，走。
我眼睁睁地看着崔林和何氏逃掉。镇西军可不是好招惹的，李逆所遣又都是精兵强将。咱们虽然借了些兵马，但折损过多，咱们也不好交代呀。三郎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我来帮你擦。那个山谷地势险要，你知道对方藏了多少兵马？再说了，对方还带着重弩，你能全身而退，已经是上天对你最大的眷顾了。石七郎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。你说你好好一个武将，怎么偏偏要学你大伯那样，引经据典，整天长篇大论的？我们刚刚攻下潼关，正是谋划收复京都的重要时刻。你要是出了一点点差池，你让我们怎么办呢？再说了，那个何氏，他是崔家军中的人，你为了救他这么拼命干嘛呀？谁说我是为了何氏才去救人？你不是为……我是为了救崔公子。你觉得我信吗？我觉得你信。行，你说什么都对。
你干嘛鬼鬼祟祟的，想偷亲我？你有什么值得我偷亲的？哎，你这个人，是我救了你的命哎！你想想，我都救了你多少次了，你对救命恩人这么不客气的吗？皇孙放心，他日如果你有性命之忧，我一定是排除万难，披荆斩棘去救你。得君一诺，敏感无内。你是怎么知道有人要伏击我们的？我得知洛阳派出了一队轻骑兵，这队轻骑手持重弩，明显是要伏击截杀。我思来想去，忽然想到你们崔家军那个崔离，他曾经找裴元商量过，要伏击崔公子。我想那个崔离未必不会跟其他人联手，对崔公子下手。对，崔离，肯定是他。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，竟然能让洛阳的人借兵给他。崔离既然要杀崔公子，那必然得找一个人栽赃陷害，只为凶手。我近在潼关，又是镇西军主帅，不就是最好的人选？想必他也是用了这个法子，去说服我的兄长们借兵。你的兄长，他们竟会如此行事？他们糊涂愚蠢，自然容易被人利用。这世间事不外如是。崔离不也就是你们家公子的堂兄吗？不也一样兄弟戏强？不好，瀛州之事肯定更为蹊跷。公子呢？桃子呢？他们都受伤了吗？还有我的马在哪儿？你不会现在要赶回瀛州吧？我是担心，瀛州乃是我们崔家军的根本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赶紧回去。阿英，你的伤不致命，但你们家公子可能要好好静养一些时日了。你如果执意要赶回去，我不拦你，但你要想清楚，你能不能撑到跟大军会合，还有没有余力去解救瀛州之事。别着急，事已至此，不如我们想想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还有一事，陈醒，还有那些战死的崔家军将士们，劳烦皇孙派人助我为他们收敛安葬。你放心吧，在你昏迷的时候，我已经派人收敛了战死的崔家军将士。我知道陈醒是你们公子的贴身亲卫，我命人给他立了碑。等你们崔公子康复了，再亲自去祭奠。阿英，节哀顺变。谢谢。好了，既然醒了，就该吃药了。桃子千叮万嘱，让我千万盯着你吃药，免得伤口化脓。好苦啊！哎，你做什么去了？连午饭都没用。我刚去山上转了转。石七郎，你现在是镇西军的主帅，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再任意妄为了。就像这次，你不顾危险去救那个何氏，何氏狡诈多智，
对崔林又是忠心耿耿，这种人迟早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的。我倒觉得他对崔姨更为忠诚。你有没有觉得他跟崔公子之间十分古怪？有什么古怪的？那个何氏效忠崔林，还是效忠崔姨，都是一样的，父子本来就是一体嘛。有些话我是不当讲的，但是如果我都不和你说的话，就没人和你说了。色令之婚，非君子所为。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石七郎，你看我都准备好了。回头跟你说。啊，你们去哪儿啊？不告诉你。公子，哎呀，慢点。哎呀，你的伤势如何了？公子放心，我没事，只是皮外伤而已。倒是你，伤势颇重。来，先把药喝了，快喝。哎呀，我的伤没关系，我们速速会合大军，回到瀛州去，好不好？不行，公子的伤势我已经问过桃子，还有那些医士了，他们都说务必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。哎呀，便是养伤，也不能在此处养伤。你看，这是镇西军所在，李逆又扣留了你我怕他早有谋算。现在瀛州的情况十分危急，你知道的，镇西军自取洛阳，便已手握大半山河。他又对我们崔家军有隙，我怕他。镇西军不会如此行事的。你是觉得镇西军不会如此，还是觉得李逆不会如此？孙敬未除，镇西军又是秦王之师，无论如何，镇西军也不会对我们崔家军如此行事啊。孙敬已危如累卵了，东都已失，潼关已破，他的10万大军又在南征百越。李逆若剑指西长京，孙敬他除了固守别无他法，他现在唯有进军而已。李逆若攻下西长京，到那时候，便是要取你我之首级，去胁迫父亲，胁迫崔家军。公子多虑了。莫说西长京现在是固若金汤，即便是有一天李逆攻下了西长京，他也不会对我们崔家军如何的。你这是被李逆下了迷魂汤！你难道要是崔家军的安危、父亲的安危不顾，如此一意孤行，要去轻信一个口齿轻薄的小人吗？公子，我是就事论事。公子伤势未愈，还是静心休养为上。哎呀，哎呀，公子，公子。小伟，虽然这秘制的伤药极佳，但你这伤口还是得留意，千万要忌口，不然你会留疤的。好了，知道了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翻窗户进来啊？哎，刚刚进来的时候撞见了桃子，她又不让我带外事，于是我只能翻窗了。你看我给你准备的什么？堂堂皇孙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宝物呢，就是几张烙饼啊。其实呢，还有一碗肉想让你卷饼吃，不过我刚才在窗外听见桃子说你要忌口，不能吃荤腥，于是我就把肉吃了。你呢，就凑合凑合吃个饼吧。这饼有什么稀奇的，还值得皇孙巴巴拿来？稀奇嘛，倒也没有，只不过知道你食欲不佳，特地为你烙的。既然吃不了肉，那就蘸点蜂蜜吃吧。这可难得了，这是哪来的蜂蜜啊？下午啊，我在山边岩石下发现了一个蜂巢，于是我就跟老鲍去把它给摘了。这碗蜂蜜啊，够你吃好些天了。你养伤要吃药，吃药苦的话，你就就着蜂蜜一起喝吧。嗯。
有件事情想问你。什么事啊？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皇孙打算如何收复西长京？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一筹莫展，你信不信啊？我信啊，换作是我也会一筹莫展。西长京乃国朝京都，太祖征10万民夫，修筑16年，固若金汤。孙敬，当世名将，曾经3城高济，他守城的本事，可比咱们攻城厉害多了。何况攻城本来就比守城要难得多。而且，孙敬这个人冷酷凶残，几乎无懈可击。你说，我能不一筹莫展吗？现下他派大军征战百越，又派大队人马北上瀛州，其实他可用之兵并不多。那也有10万禁军，留着守城之用啊。禁军原本是天子亲将之师，可以动摇吗？当初就是禁军反了，要不然孙敬能凭一己之力颠覆朝纲，弑杀先帝，杀诸王吗？困而为之呢？困而为之，困而为之，此乃下下之计。眼下孙敬又在屯粮，以作围城之备。西长京这种城池，哪怕围上个1年半载，也不见得一定能够破城。彼时孙敬肯定已经召回征百越的大军，来个前后夹击。到时候就算我们联手，也未必能胜此一举。如果我有一个计策可以破城，那皇孙愿不愿意答应我一件事呢？你愿意留下与我共破西长京？哼，你是想围魏救赵，以解瀛州之困是吧？如果能破西长京，或是逼得孙敬把围困在瀛州的兵马调回，那瀛州之围自解。我答应你，就算你对我提1万件事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皇孙还真是唯见眼前之列。要是我不能破城，那你就什么都不能答应我了？那倒也不是，你若不能破城，我可以答应你9999件事，但你却要答应我1件事。什么事啊？现在还没有想好，等我想好了，你再答应我也不迟。怎么这么古怪的说法？我总觉得你在谋算些什么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何萧为你为难的。那我这件事也不会让你为难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你倒不如哪怕他把我杀了。你听我说，如果能和镇西军一起携手破城，那瀛州之围立时便解啊！镇西军不可轻信，况且西长京，一旦有人知晓你的身份，那是何等凶险的事！公子，孙敬他素为当世奸雄，但他孤傲自大，他绝想不到我和李密敢独自潜入西长京的。那也不可，万一……如果西长京失解，那瀛州之围必解；如果这是一局真龙，那这一步棋才是棋也。你什么都别说了，我不会让你去的。公子心系瀛州，但又担忧我的安危。可我居意已决。公子你放心，就算誓不协议，我也定能安然而返。阿莹，我出言恳求，你能不能不要走？公子，阿莹，我实在是担忧你。你若是失陷在西长京，你要我怎么进富帅？你若是真的失陷在西长京，我万死莫赎。
子，我意已决。阿寿，照顾好公子。哎呀，公子，你不如拿把刀，现在就把我给杀了，让我眼不见为净。倒也不至于。好好好，你刚才是告诉我，你打算和何氏一起乔装打扮，潜入西长京，谋取夺城之事。对啊，对呀，你还和我对呀？行，我现在就去找绳子，把我自己给绑了。我也不用父亲来问我，我自己向那老人家负荆请罪去。我现在就去。不对，我应该把你给绑起来，接送回镇西军的后营去。到了父亲那里，你就算是要翻天，也不关我的事了。裴大将军的后营距此千里之遥，只要你不说，他就不会知道。着什么急啊？石七郎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现在是镇西军的主帅，你和何氏两个人赤手空拳就要去闯西长京，要是被孙敬的人发现了呢，那就是狼入虎口，你有去无回的。谁说只有我跟他两个人？我还打算带上老鲍，还有长耳。谁说我们赤手空拳？我们必然会携带兵刃啊！你别给我讲这些，反正我不知训去。你若不放心，便同我们一起。我更不能去了。对，你不能去。潼关这里需要你守着，你就在这待着，等我好消息。哎，行。潜入西长京之后，你有何谋划？作何打算？没有谋划，见机行事。什么？骗你的！你放心，肯定有谋划。就算出了事，我也会找机会脱身。但是潼关这里需要你，在这儿守着，其他你放心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失陷在西长京的话，我是根本没有办法救你的。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拿你威胁整个镇西军的。那是自然。你放心，万一我真的被孙敬抓到了，我都替你想好了。就说你早有不臣之心，若是杀了我，你裴某必称帝以谢之。我保证，孙敬一定会气死。孙敬没被你气死，我已经被你气死了。见过皇孙。顾小姐客气了。秋翠，快倒茶。顾小姐，此番前来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顾小姐。皇孙客气了，如有所命，无所不从。顾相身在京中，我想请顾小姐赐我一信物。我想遣人入京，与顾相商谈收复西长京里应外合之事。若无信物，恐怕难以取信顾相。皇孙既要遣人入京，想必是心腹之人。既然如此，也不需什么信物了。婉娘愿亲身前往。不可。去见顾相已是无奈之举，不能再让顾小姐涉险。皇孙匡扶天下，如今收复西长京，匹夫有责。婉娘虽为一介女流，也愿为天下大业略尽绵薄之力。家父忠于国朝，苦孙贼久矣。不论皇孙有何谋划，家父定会倾力相助。潜入西长京，一旦被识破，便会危险重重。皇孙想必会让谢大哥、鲍大哥诸人入京，他们都是久经沙场、机智勇猛之人。婉娘扮作家眷，料来无妨。便是万一出了纰漏，婉娘定会自裁，绝不连累众人。这酒我尝过，酒香四溢，真不错。这酒是泸州的，为何要千里迢迢运到西长京啊？我家主人在京中有一酒肆，这2年生意不好，主人年纪大了，被命少主人亲自押酒到京中来，顺便往酒肆盘账。我家少夫人梁家园在京中，此番跟着到京中来，回娘家探望长辈。哎，石七郎，这此前计划的好好的，只有何校尉一人扮作女眷，现在突然多了一个顾小姐，那我该怎么说呀？
只能说是我妹妹了。那顾小姐要去的事儿，你跟何校尉说了吗？说了。那顾小姐要扮作你妹妹的事儿，你也跟何校尉说了？说了。那何校尉没说点别的？他倒是说扮作他妹妹也可以，只不过我觉得扮成谁的妹妹不都一样吗？还真不一样。你呀，赶紧让顾小姐扮作何校尉的妹妹吧。何校尉，你也去？是的，皇孙说顾小姐是主动请缨，令人敬佩啊。这是应为之事，何校尉过誉了。你我扮作姐妹，路上不用多虑，见机行事便可。准备出发了。皇孙也同我们一起坐车吗？不用了，我骑马，劳烦二位坐车了。驾！驾！顾小姐想问什么就问吧。你袖中剑上淬了毒吗？有毒，但也有解药。婉娘只是好奇，何校尉身为女郎，在军中自然有诸多不便，可是英气勃勃、从容洒脱，是如何做到的？一个人本身是什么样子，遮掩是遮掩不住的。我本来就是这般样子，不加掩饰，自然也就洒脱了。世上诸般有所求，自然也会为之所困。顾小姐是个聪明人，肯定也是明白的。谢何校尉指点。怎么了？前方李雪，有人在喊救命！求求你们了，阿娘，你醒一醒，阿娘！臭娘们儿，为了几袋破粮食，你敢咬我？今天不把你剁成几块喂狼，难解我心头之恨！嘿，你爷爷我在这呢！吃爷爷一掌！原来是孙敬的手下，怪不得这么凶残，不是抢劫就是杀人。哼！阿娘，你醒醒！阿娘，你醒了！阿娘！阿婶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对，是这些义士路过救了我们。多谢各位义士救命之恩。阿婶，不用客气，我们也是路过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那些人也太坏了，不光抢你们东西，还滥杀无辜。那些可都是军士啊，恐怕会有麻烦。各位义士，快离开，到时候就说是我老夫人发疯，才打伤了军士。阿娘，没事的，那些坏人都死了，义士们把他们都埋了，还在上面铺了草。阿婶，没事的，你们就放心吧。为了救老夫人和小女，打伤了军士，倘若是被外人知晓，可是要被官差抓去凌迟的呀。阿婶，你放心，你不说，我们不说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阿婶，天色已晚，快带小娘子回家吧。啊！几位义士，
就收老夫人一半。不用不用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阿婶。几位义士，那车上都是粮食，义士救了我们母女的命，那些粮食就送给你们吧。不用了，谢谢阿婶。我们出门都带着干粮，你们赶紧进城去吧，再晚就进不去了。来，阿娘。那就多谢各位义士救命之恩，多谢义士。都说这城外青云观的神树很灵，我一看，原来就是平婆树，枝叶确实可以镇痛祛毒。啊，我已经吩咐了店家，给你准备了一大桶热水，待会儿用它浸泡沐浴，对你的剑伤有好处。你去城外了？顾婉娘约我在青云观相见，说顾相现在可以出府，但不能出城，而且府里府外遍布眼线，他现在每出门都会被人尾随，所以我们要相见的话，就一定要想好办法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这么快就有好法子了？那不得很快想出一个法子，好报你这折枝之恩啊！嗯。十七郎，潼关传信来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林子王他亲自带了车驾，从潼关接走了梁王殿下。小裴将军也没有办法，只好派人送了信来。我这位兄长，真是时时刻刻都想要表现出他那份小心。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？这里呢是酱园，小时候受了委屈，后被父王打了，就会偷偷从府里面跑到这儿，然后藏到这树上。站在这树上的时候，看着天高云白鸟叫。每到夏天，蝉还会在这里脱壳而出，留下一个空空的知了壳，我便捡了那知了壳，拿墨涂画好，结果就跟真的蝉一样。那我猜你肯定是拿这个假知了去吓唬人了。是啊，李军呢，最怕这些虫子了。有一次，他把墨打翻到书上，却污蔑我，害得我被父王揍了一顿。我气不过，我就把那个空的蝉壳放到他的书桌上，结果呢，把他吓得嗷嗷大叫。好了，这下他又去告状了，我又被父王揍了一顿。在我们瀛州也有一片小小的山坡，在树林后面。春天的时候，山坡上开满了野花。小时候，我经常牵着马躺在山坡上，看着天上的云慢慢的飘过。要是小时候能认识你就好了。那可不一定，也许小时候你还会觉得我讨厌呢。刚认识我的时候，你还不是恨我恨得牙痒痒。那时候你多坏啊！一脚把我踹到井里，害得我泡了很久的凉水。那你还把我踹到河里了呢。那我要不要现在给你打两下出出气啊？你把脸凑过来。说好打不能弹的。为什么只能打不能弹？我不管，你弹了我就要弹回来。哎，你看。让你弹。故乡高义，风骨铮铮，李时期十分倾慕。今日得见，幸甚。十七郎客气了，早就听闻军中传说，说十七郎少年俊彦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不知十七郎冒险入京，所为何事？孙敬天赋社稷，作乱朝纲，天下苦孙贼久矣。今日请见故乡，就是希望故乡能够联络京中忠于国朝的旧臣士族，与我镇西军里应外合，收复西长京。孙敬此人奸诈多疑，自从洛阳郑国公事后，他对朝中旧臣士族看管得十分严密。实不相瞒，若不是今日十七郎巧计安排，我也很难与十七郎相见呢。攻城乃是军事，
只要城中旧臣士卒心向国朝，暗中相助即可。届时大军入城缓慢，若城中无人接应，只怕大军入城后反倒大乱。所以要紧街坊各处司局，还要倚仗城中士卒，否则民生要害皆尽毁，必失民心。此事自然是可以暗中策应的。城中的仓廪、油坊、水井、渠闸等诸多要害之处，皆在街坊之内。士卒大家各自有私兵护卫，到了那时，必定会先行守护周全。多谢故乡。如此看来，十七郎已然成竹在胸，有了破城之计。略有谋划。这种事情十分机密，多一个人知道便多一份风险。十七郎也不必与我说，到时候我自会照着十七郎的安排，完成十七郎所托付之事便好。客官，您尝尝我们这茶。今日能与故乡相见，也算是有惊无险。我家茶呀，还得多谢你那个继承。能得17郎一个谢字，也算我不虚此行。清凉爽口的杨梅茶嘞，公子小姐，来一壶。还记得我们那日在茅屋下与下饮茶作饭吗？当然记得了。若这一次能够收复西长街，诛杀孙敬，到那时候，我们就一起驰马乐游原。只怕到了那个时候，皇孙殿下政务繁忙，有别的要事，早都忘了跟我还有乐游原之约了。不可能，再忙再累，我都不会忘记你，更不会忘记与你的乐游原之约。天子登基了，圣天子登基了，天子登基了，圣天子登基了。愚不可及，真是愚不可及。此时临淄王和会稽王拥立梁王登基，确实不是时候。我本以为他们好心迎回父王，是想给他压压惊，无非是邀功之举，但我没想到，他们竟在此时拥立父王在洛阳登基，还昭告天下，真是愚蠢。十七郎，情况不妙，孙敬的兵马正在到处搜捕散发檄文揭帖的人。还有，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听见里长派人跟店铺掌柜说，所有住店的客人都要仔细查验勘核，就算有店铺作保也不行。看来这个地方咱们住不了多久了。虽然我们伪造的勘核跟真的没有分别，但是西长街的街坊管得甚严，只要用心核查，还是能看出来咱们的勘核有异。大事不妙！我打探到消息，晋军的兵把顾府给围了，我也不敢跟得太紧。没想到你这2位兄长如此没有耐心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十七郎，顾小姐来了，请坐。深夜乔装冒险到此，出了何事？竟有时宫里突然来人，说大都督传谕，要我父亲进宫去。父亲虽然不情愿，可是又怕连累家人，只好被押了进去。到了夜里，我就乔装成下人，偷偷溜出来，给你们报信。顾小姐辛苦了，不知顾相现在还未如何？我也不知，但想当初孙敬没有杀我父亲，想必现在也不会立刻动手。是，顾相声望极高，孙敬不会轻易杀他。顾小姐，你也别太担心。你们快走吧，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好多兵马搜捕，若是发现了皇孙，那就糟糕了。我们顾家有庄田，皇孙若是需要的话，可以先去避一避。放心吧，我们自有安排。倒是顾小姐，今日不要再冒险出来了。耳朵，送顾小姐回去。是，顾小姐，请。给我搜！哎
挨家挨户都不能放过。拿着，快点！还有你，知道？班长，都是你的。怎么样？你赔的。这么一大早就开始搜查，也不知道谢长尔和老鸨能不能脱身啊？肯定可以。再说了，他们还要桃子结营，等一会儿就过来跟我们会合。我要见识见识这姑娘身上有什么可疑之物。小娘子，官人，竟敢脱你爷爷的衣服！看我这大胡子，不扎死你！大家都不能放过。是。基本上。这边看看，今天让你们瞧瞧爷我的厉害！报哥，闪开！闪开！报哥，活该！活该你们！快快快！快，让你们看看！快点快！去那边！上楼看看！去！走！安国。原来是安国，安国，我想到了一个法子，即使我们入了刑场，也不会连累杨阿婶。什么法子？杨阿婶的女儿杨七娘跟一个叫徐三郎的人定了亲，但是我问过杨七娘，左邻右舍都没有见过这个徐三郎。七娘，你们那日从城外回来，是去乡下亲友家了吗？如果到时候我们有机会脱身的话，恐怕你们还是要再去亲友家避一避才行，免得左邻右舍会起疑。那日去的，倒也不是外出，是我未婚夫婿的家，他叫徐三郎，与我定了亲。不过不巧，他出门贩布去了，不然那日也不能让我和阿娘出城去取粮食，遇着凶险。原来如此，杨七娘告诉我，她阿娘早就已经给她准备好了嫁衣嫁妆，就等着徐三郎来迎娶。我跟杨七娘年纪相仿，身段也差不多，等到时候你扮成徐三郎上门迎亲，我就穿上喜服，盖上喜帕，到那时大家只会认为我是杨七娘。花轿一坐，吹吹打打的往城外走，又有李正的嫁娶文书做担保，城门处也不会为难的。不行，若这么做，不仅让杨阿婶冒险，还会耽误杨小姐的终身大事。恩公救了老夫人和小女的性命，何出此言呢？此计甚妙，不过是顶着小女的名头送嫁，又何谈冒险呢？等三郎回来了，我悄悄地把小女送过去，与他拜堂即可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更何况，恩公曾救过我们性命，只有恩公脱险，老夫人心中才得安宁嘛。多谢阿婶相助。十七郎，咱们快快出城才是上策。如此，多谢杨阿婶。停停！这位军爷，今日娶妻，这是李正出的婚嫁文书。城外徐家庄的徐三郎，要娶杨家七娘。是，今日娶杨七娘。这是东街贺家的喜饼，给军爷垫垫基。都说贺家的饼好吃，那我就不耽误你们粮食了。走吧，谢谢军爷。走。皇孙这次虽然拿了人家的衣裳，却把刚才那身喜服放在了人家院子里，
这可谓是以物易物，跟之前的不问自取相比，还是长进了不少。这之前不是事发突然吗？其实，我还挺喜欢穿这身喜服的。校尉，校尉，桃子，刚刚公子传信来说，我们崔家军的一队人马被孙敬的人给冲散了，所以他希望我们尽快前往，一起回潼关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改道会合吧。皇孙这是要回潼关吗？虽只百里，但是此处地形复杂，我还是陪着你去吧。如此说来，皇孙这是担心我跟大军会合，会对潼关不利？那是当然，你这诡计百出，我定要亲自盯着你才行。走。这次没能想出法子破城，反倒打草惊蛇。看来我们要再做打算，看将来如何收复西长京。等将来收复了西长京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到那个时候啊，肯定也就不打仗了，我就迎太孙回朝，劝说我父亲立太孙为储君，然后我再回劳兰关。你呢？回应州吗？梁王都已经登基为帝了，你是皇帝的儿子，不留在京中，难道真的要回劳兰关吗？我喜欢劳兰关，不喜欢西长京。不然，我当初就不会找个由头犯错，让先帝贬我去劳兰关了。那当时你是梁王的儿子，10几个皇孙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，自然会来去自如了。现在也没什么不同啊，父亲喜欢我的兄长们，就让他们陪着父亲吧。你呢？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会回瀛州吗？怎么？皇孙是怕我崔家军会和孙敬一样，志在西长京，不愿意回瀛州了？我当时出瀛州的时候，有这样一个心愿，希望可以战乱平定，天下太平，让百姓们都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。如果将来有一天真的可以收复西长京，那肯定就是天下太平了，为何还要再起战乱纷争呢？是，在下小人之心，希望校尉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见怪。在天下太平后，你最想做什么？我呀，我还没有想好。天下之大，如此辽阔。劳兰关我没有去过，还有很多地方我都没有见过，所以我想都去见识一番。你想游历天下，那你会来劳兰关吗？终有一天，我会去劳兰关的，去看看你说过的大漠烽烟，还有那条劳兰河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你可都生气2天了，打尖的时候也不理谢长儿。哼，他是谁啊？打尖的时候为什么要搭理他？前面有异响，估计这附近有军队，只是不便敌我。先停一停。校尉，我们被冲散的那队兵马就在前方了。嗯。老三，你再忍一会儿。
怎么孙家的兵马就突然冲出来了？怎么崔家军就里应外合袭击咱们呀？潼关呀，咱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潼关，少裴将军，咱们这西军死了那么多兄弟啊，少裴将军。如何？石七郎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刚才入营时啊，你就发现不对，让我喂马的时候留神一下。我细看了，发现他们的粮草辎重没什么折损。若是按桃子说的，这支崔家军被大军冲散，那么多少有几分狼狈。可他们军容整肃，不像是近日遭遇了强敌。桃子，是公子给你传书说这队人马被大军冲散，所以叫我们来会合。是啊。怎么刚一来你就给我打了热水让我洗漱？可现在不是炊事，为什么会生着火呢？什么意思啊，校尉？我总觉得不对。若是被大军冲散的，自然会处处警醒。怎么会不在炊事？还生着火呢。可这里确实是我们崔家军的营帐啊！刚刚咱们也见了领队将领，他也说是被大军冲散的。校尉，你到底是觉得哪里不对劲？刚才我入营的时候，发现他们的马蹄铁磨损严重，士兵靴上也满是污泥，像是一路急行军到此。若被冲散，八成还是要等一等本营大部，又或是派一队过来探访，不至于急行军。所以我才让你借着喂马去探一探。石七郎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安营。既然你已经平安到这儿了，那我先回潼关了。我们一起走吧，这儿距离潼关不远。既然都会合了，咱们一起去潼关。好。都跟上！后面都跟上！后面的都跟上！没事。哎，老三！慢点，老三！后面都跟上！去呀，快去呀！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，啊，去呀！去！桃子姑娘，我知道我自己说错什么了。你说错什么了？老爸跟我说了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开心了，都怪我嘴笨，我不会说话。其实我那天是想说，你善良和气，你对所有人都很好，我是想夸你来着。我也知道你对我格外好，可是我好像还是没说清楚。行了行了，笨嘴拙舌。桃子姑娘，其实我想说，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所以我也想对你很好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真的？那你不生气了？你知道你不理我的时候，我心里可难受了。那就要看本姑娘的心情了。掐！老四来了，好像有马蹄声。老二，你带上老三进去避一避。就算我只有一条胳膊，我还能站。这个姓崔的，忘恩负义！咱们好心救了他和崔家军，他竟然这样暗算咱们这西军。今天就算战死，到了地底下做个冤魂，我也不会放过他的。好，把重伤的兄弟藏在树林里，轻伤的兄弟拿起兵刃，随我迎敌。好，后面都跟上。怎么样？前方有队人马突然停了，但他们人数不多，不知是敌是友。那就迎上去，是敌便杀之。好嘞。
家军，今日能跟你战死在这儿，值了。好兄弟，兄弟们，杀！石七郎，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在潼关吗？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？石七郎，你怎么才来？我们死了这么多兄弟！杀了这个崔家的，为真心军报仇！杀！张二哥，这自己人，自己人！崔家军卖了潼关，勾结孙敬里应外合，还死了这么多兄弟，你说他是自己人？石七郎，你不能再被他诓骗了！他和姓崔的早有预谋，把你们几个诓骗到西长京。崔家军在潼关里面和孙敬里应外合，杀了我们那么多兄弟，把潼关给卖了。妖女，我裴某和你不共戴天！阿莹，何校尉，这都是你们谋划的，所以你非要陪我去西长京，说什么可以解瀛州之围？不是。回潼关途中，你说你们崔家军有一支军队被冲散了，需要会合。你明知道我不放心，一定会护送你去会合，但其实这就是调虎离山，为的就是拖延我，不让我回潼关。我说我全然不知情，你是不是不肯信？石七郎，你不能再信他了。从交锋到现在，
说什么你都不会信，但这一次，我确实不知情，也不曾谋算你。带着你的崔家军给我滚！下次再敢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就劫一个，杀一个。放人！自从出了劳浪馆，我没想到咱们前所未有的大败，竟是因为被姓崔的这个小人所出卖。收了我们的人马，慢慢推向洛阳。知道。校尉，吃饭了。潼关计事，公子定然是谋划好的。我刚刚已经盘问半天了，领队的嘴巴很严。只肯说是公子遣他们出来的，还说让他们务必要行得远一些，好将我们远远引开。其他的就一句不肯再多说了，只推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校尉，多少吃点吧，吃完了咱们再做打算。嗯。这个李密也真是的。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冤枉你，明明你什么都不知道，还非要说你跟公子是串通好的，真让人生气。咱们崔家军害得他们镇西军失了潼关，又折损了大半兵马，却是事实。一经而出的话，我也未必会冷静。但是我总以为他是会相信我的。好了，不许再多想了。好歹他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我想他肯定会想通的。哎呀，你看你。石七郎，你怎么不叫醒我呀？你这可是守了一夜啊！我不困，守夜没什么。你知道，薄校尉不管怎么危机百出，但他为人还是坦坦荡荡的。就算是他骗了咱们，他也不至于不敢承认吧？别
阿英，可算接到你了。你把潼关卖了？阿英，孙敬答应了，只要与他里应外合，拿下潼关，驱除镇西军以后，他会立马撤回派往瀛州的大军，副帅那边自然就解围了。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？难道要我眼睁睁看着副帅被孙敬的重兵围堵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和镇西军是盟友啊？城下之盟而已。李逆这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反复无常。谁知道他若是将来拿下了西长京，那是不是就要立马出兵瀛州，逼迫我们崔家军，逼迫副帅呢？你怎么能事先不跟我商量就如此行事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崔家军好。镇西军不过就是折损了些人马，失掉潼关。李逆既然如此厉害，他完全还可以自己打回去啊！瀛州之围迫在眉睫，难道我不应该救副帅吗？救自然是要救的，但是镇西军是出于好心才收留我们崔家军。论道义，你不该卖了潼关。我明明是为了解瀛州之围。阿英，若是因为你对李逆亲言有加，便公私不分，如此质问于我，你觉得公平吗？公子，有属下追上去吗？桃子在他身边，他不会走远。等他想开了，自然会回来。小伟，要不咱们先回去吧。其实，公子也是为了咱们瀛州。我知道，但他这样做事，分明不义。你别难过了。我不是难过，是……你是在担心皇孙会一直想不通，一直误会你吗？算了，以后不要提这个人了。既然他如此不屑我，那以后见面就是陌路人。以后再见面，恐怕只能兵戈相见了。兵戈相见，咱们也不怕。皇孙再厉害又怎么样？论带兵打仗，他肯定打不赢咱们大将军。说实话，出瀛州的时候，我在想，这天下苍生何其无辜。孙敬这个人，横征暴敛，好大喜功，耗费兵力征战百越，何泽而语？唯有跟孙敬抗争，直至平定天下，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。但是我没想到，李家居然有李逆这样的人才。其实，无论从声望、品德、才干，他都是那个可以平定天下，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人。小伟，你从前可一直觉得，除了你自己，除了咱们崔家军，没人可以平定天下的。是啊，但我也没想到会遇到这么一个人。不过，以后可能就是敌人。
要不咱们还是先回去吧。公子一定很担心你。眼下只有先赶回瀛州了。早点回去见到大将军，大将军一定很开心。好。等会儿我给你拿一些吃的。近几日陆续收拢的镇西军，还有从潼关退出来的都在这儿了。但是我们如此狼狈的去洛阳，怕临淄王会起疑心。我那位兄长，志大才疏，心眼又小。我那位次兄，最是话头不够。他在我兄长旁边，也不知道会出什么馊主意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退回洛阳呢？咱们既失潼关，又只收拢了这些兵马，临淄王的确会起轻视之嫌。但只要你爹还率着镇西军后迎大军，他就不敢怠慢咱们。你瞧着吧，他八成会派一个人过来，故作嘘寒问暖一番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说，临淄王听闻我们退出潼关，急忙从洛阳调了人手，派人押粮食辎重来慰问相助。石七郎，还真让你说中了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收下了，传令下去，在此扎营，整顿数日，再前往洛阳。是。逆弟自闻潼关兵败，心痛不已，夙夜忧叹。前番送笔出粮草，恐不足用，速带残部返东都休养。兄，临淄王让我们速回洛阳，他什么意思？他大概是觉得潼关这一败，正好能失去我手中的兵权。这人打仗不行，成天到晚只会动歪脑筋。父亲指派的兵马，应该过几日就到了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咱们得好好谋划粮草之事了。嗯。传回消息。你派人去答复李逆，如果他能够信守承诺，保证迎回太孙，确保太孙长大成人，继位亲政，大魏回到先太子正统，我就答应了。是。父亲突然召婉娘来，不知有何要事。哦，为父刚刚得到消息，征百越大军败了。据说大都督十分震怒，命令严密封锁消息。可是这种事情，常常越是封锁，消息就越是传得快。父亲怎么看？依我看，如果是真败的话，消息绝对不会传得这么快。父亲觉得这是孙敬的计策。没错，这正是孙敬的引蛇出洞之计。如果在这个时候谁敢轻举妄动的话，便正中他下怀。阿英，公子，桃子，我有些事要和阿英说。是。阿英，军中暗线传来消息说，孙敬征百越的大军败了。阿英，你心里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公子此番连我也骗了进去，不过是心寒而已。是因为孙敬答应咱们从瀛州退兵，所以我才拿潼关作为交换的。那你为何要瞒着我？又为何要骗我？阿英，
我们2个人从小一同长大，不论你怎么想，我都把你当成我最亲近的人。我从未想过要瞒着你、诓骗你，只是因为你和李妮一起出去，我不想让她知道而已。公子此番好算计，算准了，只要我跟崔家军会合，李妮必然会跟着去，然后你正好行事。我是真的为了我们崔家军着想，我现在也是真的很想知道，你此时此刻是为了谁在着想，又为了什么事情而在气恼？难道因为一个李妮，你就要忘记根本，忘记咱们为什么从瀛州出发吗？阿莹，公子回去歇歇吧，再多说下去也是徒劳无益的。如果算得好的话，我们能用手里这1万兵，攻破西长街。你要以1万破10万？孙敬不是想引蛇出洞吗？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，他佯败，我就让他坐实真败。石新郎，我有急事跟你说。什么事？你过来吧。啊，还不能当着我面说啊！小伟，你跟公子吵架了？没事。对了，京里传来消息，说征百越的大军败了，孙敬此刻正在封锁消息。这么说的话，孙敬身边岂不是没有多少兵马？小伟，咱们要不要赶紧通知大将军，来个2下里回身包抄？先不用，此事我觉得颇为微妙，未必不是孙敬的计谋。那皇孙，那个谁，你不让提的那个人，他会中计吗？他断然不会，他胆大心细，很少被诱之以利。孙敬佯败，我想他定能识破。而且这件事对他来说，应该是个机会，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是吗？那他会如何做？他会将计就计。你是说崔丽仍在河边缩聚埋伏？没错，咱们要与裴大将军派来的人马会合，并设下大营。你是知道的，按咱们镇西军的惯例，选营地之前，必须派出分队巡出数10里。我的小队走得远，正好碰到崔离带着人马行军，看样子是要连夜设伏。崔离既然设伏，自然是冲着那个崔公子去的呀。不过，眼下何校尉可是跟那个崔公子在一起，咱们是救还是不救啊？不救，真的不救？不救。哎。
小薇。 三郎，咱们上次没有得手，这次再行事，务必要成功啊！此次若不能击杀崔礼，便会失去临淄王李俊这个强人。而且一旦崔林回到军中，他和伯父都不会放过。无论如何，崔林必须死。 哎，我还以为你要射何校尉呢，我看你就是嘴硬心软。
校尉，喝药了。太烫了，一会儿再喝。你也别太难过了。公子或许被人救了呢。这么多天过去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哎呀，也许公子被人救了，但是在养伤，所以一时无法回来。好了，桃子，你别安慰我了。他本来身子就弱，又受了那么重的伤，落在湍急的河里，只怕是再也回不来了。他跟我从小一起长大，其实在我心里，他跟我亲生兄长是一样的，但没想到，如今他居然死无归宿。好了，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难过，可你身上也有伤，这不喝药怎么行嘛？咱们把伤养好了，还要赶回瀛州去见大将军呢。李逆这个坏人，竟然把咱们扣在这太清宫，还不肯放我们出去，他这是把我们当犯人关起来。不都说了吗？以后在我面前不要提他。你去找一些国府蜜饯吧，这样等你回来，药刚好凉了，我可以一口气喝。这太清宫里怕是没有什么国府蜜饯，又不能出去买。哎，要不我让他们给我2升麦子，发一些麦芽，给你熬麦芽糖好不好？我这就去。你为什么把药倒了？我是害了镇西军的罪人，我不是要死得快点，岂不是更重你下怀？其实你当日根本就没有必要救我。如果我和公子都死了，也能让你出口恶气啊！我不会不救你的。我不需要你救，当日不需要，如今也不需要。你们镇西军的人是不是群情激愤，一定要杀了我跟桃子报仇？所以你才把我跟桃子都关在这太清宫，用你的亲兵守卫，不就是怕你们的人想冲过来杀了我们吗？安莹，我想明白了潼关的事，事先你应不知情。你为人心高气傲，从来都是用阳谋，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不屑去用，且不顾大局，不是你的做派。若真是你做的，你又会坦然相认。所以，是我冤枉你。你没有冤枉我，是我。就是我害死了你军中的兄弟，你一刀杀了我好了，何必在这假惺惺的要救我呢？对不起，我知道不应该不相信你，但那日事发突然，我们镇西军死了这么多人，我才会理智全无，才会误解你。出去，我不想看见你。
你说巧不巧？本来呢，我正发愁呢，做麦芽糖啊，怎么着也得2日吧。哎，没想到厨房那儿有洛阳送来的点心，说是给李密的，我不由分说先拿了一点来。我试过了，没有毒，味道还不错呢。哎呦，这是怎么？没什么，药我刚才喝了。屋里刚才进了一只老鼠，我随手拿东西去砸，老鼠没砸到，东西却散了一地。你说啊，这堂堂镇西军统帅，哎，学什么不好，偏偏要学老鼠。这老鼠拿了蜜饯来，还惹得我们校尉不高兴，白白浪费我1碗药。好了，我再给你熬1碗药去。又去太清宫了？营州有消息吗？崔毅真的是老奸巨猾，孙敬派过去的兵马被他坑了大半，还有一半被崔毅追击，且战且退，快到福州了。崔毅怎么说？他倒是痛快，答应了咱们的条件。不过这个老狐狸要咱们活捉崔离，估计是想为自己的儿子亲手报仇。大哥那个人担不起什么责任。崔离藏在他那儿，若太平无事还好，但凡有点风吹草动，他必然会交出崔离。是啊，师相，太清宫的那几位既然不曾与崔林共谋，而且又是崔乙指名要保全的人，其中的缘由，我定会向军中的同袍解说。还有，崔乙现在既然答应了和我们一起出兵，也算是给兄弟们报仇了。但是十七郎，太清宫你真的要少去了。那个何校尉是崔家军的人，你是镇西军的主帅，你们俩交往甚密，不妥的。阿元，我跟你说过，是我有愧于他。可是十七郎，你要记住，陛下现在已经登基了，你是陛下之子，是镇西军的主帅，你将来不可能娶崔家军的女人，就算是侧室，也是不可能的。既知不可为，为什么不早了断呢？十七郎，只是你自己心里也清楚，你以后的婚配，必定是陛下为你赐婚，选中的人也必定是京中的名门闺秀。就算你向陛下相求，他也会为你找一个堪做王妃的人。十七郎，你是不可能娶她的。此事言之尚早。
谢谢你，不疼吧？不疼。你要想下棋，我给你找一套便是。何必这么辛苦，自己打磨呢？公子喜欢下棋，我曾经答应过他，一定会送他一套我亲手打磨的棋子。阿莹，副帅终于答应咱们，可以率军出瀛州了。时机总是稍纵即逝，咱们可不能错失良机啊！真的吗？阿莹，我知道，这是你心心念念的。自从那个孙敬谋逆，你就想要放手一搏，逐鹿天下，问鼎九州。公子是知道我所思所想的人。阿莹的所思所想，自然就是我的所思所想。只要你想去做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你做到。谢谢公子。既然我把这事儿给办到了，那上次你答应我的，可不能忘哦。我当然记得了，公子说过想要一套棋子。公子放心，等行军得闲的时候，我一定要亲手打磨一套送给公子。那倒不用，只要是你亲自挑选出来的乐料，到时候我让玉工琢磨，是一样的。那不行，一定要我亲手打磨，这是我的心意嘛。但是现在，怕是再也没有机会当面送给他了。公子为了我，中枪坠河，尸骨无存，我现在只能为他。
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，都是假的。可我对你都是真的。我不管你是真喜欢你们家公子，还是假喜欢你们家公子，我对你就是真心的。从第一天见到你，你把我传到井里了。那时我就在想，如此凶狠狡诈之人，下次我见到他，一定要把他传到井里。可后来我没有见到了。我本来可以对你下狠手，我没有这么做。我犹豫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天在太清宫，我和你打了个赌，结果我输给了你。但我心里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高兴。因为我终于知道，其实你心里也喜欢我，你心里也有我，所以你口口声声说你骗我，你不喜欢我，说从前都是假的，我不会相信，因为你对我都是真的。哪怕再生我的气都好，不要拿自己的身子怄气。你身上有伤，好好吃药，也不要不吃饭。桃子，好久不见，终于又见到你了。桃子，桃子，你为什么又不理我了？我帮你。哎，桃子，桃子。这老鼠又来了。这老鼠来一次，你就发一次脾气，肝气郁结，我真是担心你这伤啊，迟迟都好不了。心里不好受，要不咱们吃颗乳糖？这老鼠也真是的。明知道我们校尉看见他就想砸他，还敢拿糖来。那，咱们把药喝了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破了皮而已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就算是公子九泉之下，看见你这样折磨自己。他也是会很心痛的。来，方才你跟李妮吵架了？是啊。
我把他骂了一顿，说了好些狠话，但没想到他反倒……反倒什么？没什么。小伟，我知道你还在气李逆不相信你，更气他在危难的时候作壁上观。公子的死，你又伤心又自责，可你总这么难过下去不是办法，你总是要顾好自己的身体的，是不是？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咱们现在困在这儿，还不知道大将军该如何担心呢。还是要想个办法，脱身回应州。小伟，要不咱们就从李逆身上下手，好脱身回应州。小老鼠偷灯油，偷不着偷蜜糖。哎呀，你晚上就喝了药，你饭也不吃，这样下去肯定会有伤元气。我给你带了一罐蜂蜜，给你烙了个饼，你要不就吃一点。多谢皇孙关心。我不饿。你就算生我的气，也不能不吃东西啊。皇孙何必要这么关心一位阶下囚？天太晚了，男女有别，皇孙在这里实在不方便，还是赶紧走吧。我只是想请你留下来多待几日，你并不是阶下囚。皇孙何必要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？我们家公子已经死了，何某一介女流，对于皇孙挟制我们崔家军没有任何用处。既然说我不是阶下囚，那你为何不肯放我走？因为你身上有伤。当日你如果晚来一刻，我便也已是江中冤魂，何必还要在这关心我有没有伤？你就算不为我，也要为桃子想想。她成日气得要哭，担心你伤势恶化。你说你药也不吃，饭也不用，这样下去真的会伤了元气。你不要妄想用我身边的人来挟制我。我跟桃子情同姐妹，她如何我如何，我们两相自然之道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既然还生我的气，那我先走了。不要带着怒气睡觉，对身体不好。
陛下下旨封我为秦王，令我为行军大总管，收复西长京。圣旨是昨天晚上到的，不仅封了你为秦王，还改封会稽王为齐王，临淄王为信王。唉，这是要把我架在火上烤啊！若收复不了西长京，那就该问我罪了。石七郎，要不然上书辞一辞？辞什么？陛下都下旨了。但我就做秦王，正好以行军大总管的名头，可以名正言顺调遣天下亲王之师，收复西长京。这一次，城里面就靠你们了。你就放心吧，石七郎，我们一定会按你说的办，把这西长京啊闹他个天翻地覆。就是啊，咱们兄弟别的本事没有，闹他个天翻地覆这种事儿再拿手不过。是啊，这次我伤还没好，不能跟你们一块儿去了。我替你去，给你闹个双份的回来。现在城中暗流涌动，敌我莫辨，你们千万要留心，行事必须谨慎，还有务必保自身周全。你就放心吧，等攻下西长京，我们再回来同你们喝酒。喝酒，攻下西长京，回来一起喝酒，一起喝酒。走。怎么，你打算这辈子都不理我了？秦王殿下多虑了，如今殿下刚刚封了秦王，想给殿下献殷勤的人多了去了。殿下又何必这么在意我？从前叫我皇孙，如今叫我殿下，你就不愿意再叫我石七郎了吗？哎呀，还是这里舒服呀。我年幼的时候呢，我奶娘哄我说，我要是有什么心愿的话，就折一个竹蜻蜓。等它落地的时候，那我的愿望就实现了。我那个时候呢，特别想见到我阿娘。别人都有阿娘，就我没有。于是我便折了好多只竹蜻蜓，翻到墙上，一只一只的往下放。直到全部放完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奶娘是哄我的。这一个心愿，无论折多少竹蜻蜓，都无法实现。人们常说，傻事做了一次之后，就不会再做第二次了。可我还是做了很多竹蜻蜓，因为是你，为了你，再傻的事情，我都愿意做。阿英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保证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随意误解你了。那你就别再关着我，放我跟桃子回瀛州去。这我无法应允。
那我跟殿下没什么好说的。还有新清雅致在这里钓鱼啊？怎么，崔姨的大军来了吗？还没有，在路上，慢得很。石七郎，你说这个崔姨会不会另有心思？这西城京城里情势万变，如果她再不快点的话，我就怕这个时机稍纵即逝啊。她被我胁迫，当然不情不愿了。再说，我兵少，他兵多，攻城他却要出全力，你说，他肯速速前来吗？我刚刚收到消息，大将军已经。知道是个难得的机会，说不定可以脱身。校尉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想到好办法。只是此事要从长计议。李逆这个人绝顶聪明，如果不计划周详，肯定还是难以脱身的。李逆呢？那个耳朵一直跟着我，我不搭理他，他就喋喋不休的。说起下午的时候，李逆一直在河边钓鱼，他还问我想不想吃鲜鱼呢。钓鱼？谁啊？殿下，是我，桃子。请进。殿下，小裴将军。殿下，校尉天天喝药，饮食减了大半，人也清瘦了不少，这些你都是知道的。今天校尉喝完药，突然说他想喝鱼丸汤，我就赶紧去问厨房了。但是厨房说今日不逢急，也只采买了一些蔬菜。可巧我看到那水桶里养了几尾活鱼，可他们说那是殿下今日在河边钓的，所以不敢擅自做主，我就前来询问一下殿下。难得他想吃点东西，我去厨房做吧。那就不劳烦了，我来做就行。没事，鱼丸捶打讲究巧劲儿，我来。如此的话，那就劳烦殿下了。桃子啊，你回来了。是啊，是我来了。趁热尝尝吧，凉了就腥了。好吃吗？倒是挺新鲜。你啊，就应该好好调养一下。就算再生我的气，也不能不爱惜自己。日后你要想吃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我都找人给你去买。你就真的不怕我趁机传递消息，然后一走了之吗？你若是走得了，我也有办法将你半路截回来。你不信的话，尽管一试吧。孙敬征百越的大军并未真败，只是瀛州兵败，只怕孙敬会速速召回百越大军，他又掌控了潼关。对你是两面夹击，除非你能在百越大军回朝之前攻下西长京，但是以镇西军如今的兵力，怕是做不到了。
说的真好。不过我还是不会放你走的。殿下真是知我甚深啊！你也知我甚深啊，彼此彼此。阿莹，我看今天天气不错，我给你折了桂花。阿莹，阿莹，那我把花放门口了。哎，小伟，今天又有新鲜的花，我把昨天那束给换了吧。小伟，你就别生气了。我看这次秦王，哦不，是真心给你赔礼认错的。他不是说了吗？他不该不相信你。其实公子的事儿，是崔离那个小人所为，也怪不得他的。奇怪了，你今天怎么在帮他说话呀？哎呀，小魏，我是为你着想，好不好？我看这秦王啊，对你真是挺用心的，他还派人四处采买药材呢。哪怕天天看你的脸色，也想在这太清宫一直陪着你。其实啊，我也知道他是真心赔礼。我也不应该再生气了。若是旁人这样，我也不至于这么生气。但是，旁人怎么能跟他一样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说嘛，再说我要生气了。哎呀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，我给你换花。哎呀，快点儿！身上有伤，别喝酒了。那日我们在太清宫，现在想起来，
真是恍如隔世。是啊。阿英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你干什么？你手上的伤好些了吗？棋子磨好了，手上的伤自然也就好了。你为你们家公子亲手打磨了整套棋子，连自己手受伤了都可以不顾，但你却没有亲手为我做过些什么。谁说我没有为你做过什么？你为我做过什么？这是你亲手做的？在潼关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做了。本来一直想着找机会送给你，可是后来我发现，你是一个忘情负义、见死不救的人，我还是烧了算了。怎么能烧了呢？你要是不生气的话，只要你不生气，哪怕你一天骂我1000句、10000句，我都会乖乖听着。呸！谁愿意骂你？我打给你看好不好？我一只手记不好，能帮我记一下吗？它不够紧，你看一下嘛，要不然你不就白送了吗？嗯。我看看。你我终究是敌非友，今日一别，再相见时，恐怕要在战场上以命相搏。
谢了，多保重。耳朵呢？他晕过去了，我多次的量诊，保管他3天都醒不过来。真狠！校尉教得好。请我。哎呀，你叫我呀？嗯？哎，秦王殿下好计策。哎呀，这不是将计就计吗？那日看到桃子给程二的药单，就有所怀疑。果不其然，你们不仅通过药铺联系上了崔家军，还故意演了一出好戏，为的就是让程二真的以为桃子为我美颜，而你也真的被说动了，就是为了设一场宴，刺晕我，以便逃脱。所以你早就知道了，就一直看着我们做戏。我这不是了解你吗？不让你试着逃一次，你怎么会甘心呢？好了，现在就带你们回到你们的住处。走喽！哦。小心他。桃子，你们家校尉身体如何？还缺药材吗？托殿下的福，药材倒是不缺了。你心里明白，我们校尉的病都是被你气出来的。哎，这可糟了。说些让你们家校尉更生气的话吧。由于汲取了这一次教训呢，我又重新派重兵把太清宫这里里外外都围得跟铁桶一般。我更是派了几10名斥候，又把每一个出口死死的盯着。这次你们若还是想逃出去，我都替你们捏一把汗。秦王殿下，想必你已经计划周全，准备在西长京城中一击必中了。这再严密的计划呢，都会有纰漏，谈何周全，又谈何一击必中呢？既然还没有周全的计划，那不如这样吧，我来替你谋划，杀了孙敬，然后你放我离开，如何？这不划算，我不答应。我竟然不知道殿下如此看重于我，小小女子，难道还贵重过孙子呀？崔以独女，自然贵重过孙子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们校尉是大将军的女儿。原来你早就知道，怪不得你一直不肯放我走呢。桃子姑娘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几句话想对你们家何校尉说。
其实我在救了你之后，我写了一封信给崔大将军。崔大将军，逢崔家军遇袭，恰在左近，昔为之晚矣，令公子多贺。幸其救得阿莹，深可为大将军之心。阿莹安然无恙，于镇西军中休养。唯望大将军率大军与镇西军同取西长京，灭孙贼，平叛秦王。届必可令凤凰归巢，完璧归于赵。我说你安然无恙，恳请他与我一起平叛孙贼，收复西长京。崔大将军虽然回了我的信，但殿下想说什么？不如就直说吧。我也终于知道，当初率娘子军力战不降在瀛州郡城的武烈夫人，就是你阿娘。武烈夫人姓贺，所以你化姓氏为何，自称何氏。我这几日就常在想，武烈夫人是何等英杰呀，崔大将军又是何等人物，才能生出你这样的女儿啊？你这是在打探？是啊，崔大将军其人，我没有半分把握，所以只能这样请教喽。那或许，再过一段时间，你就会知道傅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为什么？我总觉得他跟你一样，聪明过人，是个十分厉害的角色。不知道我这样得罪他，他会如何发作呢？父亲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你拿我威胁他，傅帅会作何反应，自是不必说。若是你落在了他的手中，8成他会拿鞭子抽你。哎呀，那我可得小心点，不能落入他的手中。